我觉得马拉喀什的入境体验是我经历过的这些国家体验最糟糕的一个。马拉喀什位于摩洛哥的西南部，坐落在阿特拉斯山脚下，被称为南方的珍珠。马拉喀什的建筑多以红土砂岩为材料，当阳光照映在这片土地上时，城市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红色调，因此被誉为摩洛哥的红城。作为游客造访摩洛哥的重要据点，马拉喀什的老城区保留着浓厚的市井生活氛围。虽然城里的墙被涂为红砖色，但在斑驳的墙面上充满了岁月的印记。而老城里的市集包罗万象，提供了几乎你能想到的各种东西，大大小小的商店和街边小吃店，摩洛哥的传统服饰、纪念品等各种多样丰富的选择。对于喜欢逛市集的人来说，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去处。我觉得马拉喀什的入境体验是我经历过的这些国家体验最糟糕的一个。从飞机着陆到入境排队的话，就已经花了2个多小时。然后他会对每一个乘客都进行询问航班，包括你的工作，还有你住的住所之类的。据说是因为他要对每一个入境人员登记入境信息，所以花的时间就非常的长。然后我在英国买了一张摩洛哥的 eSIM 卡，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摩洛哥去用不了。然后机场他卖的那个 SIM 卡的话，基本上是20欧元起，而且谢绝还价，所以我就发现这边整个就入境的体验都不是特别的好。好在已经平安顺利抵达了市区，开启我对马拉喀什的探索之旅。对了，从马拉喀什返程的体验也不是特别的好。机场虽然不小，但是从机场大厅开始排队，然后经历行李托运、出境等关卡，直到上飞机之前，至少要经历3到4次安检。所以请各位最好提前3个小时以上到达机场。德吉玛广场又被称为不眠广场，它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白天，德吉玛广场充满了各种摊贩，售卖传统的摩洛哥商品、香料和手工艺品。广场上还有很多街头艺人、蛇舞者和驯兽师，为游客带来精彩的表演。当夜幕降临，广场灯光璀璨，水果摊前人来人往。日暮时分的人们自发地进行穆斯林礼拜，巷子里的精致手工艺品和空气中弥漫的烤串和塔吉锅的香味和废弃烟味，这是不眠广场的由来。在不眠广场上选择一家视野开阔的咖啡馆，点上一杯饮料，在观景台上静静地坐着，等待夜幕的降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OK。他们这家就是主打肉，还有羊脑。尝试他们店的塔吉锅。这家店其实最代表的料理是烤全羊配那个饼，但是其实我一个人吃不完那么多，而且价格也没有很便宜，一个人1公斤大概是240迪拉姆，大概是20多欧元，所以我还是最后选择了比较适合自己分量的塔吉锅。塔吉锅上来了，这我点的，感觉这个量比我想象的少啊，希望能够吃饱吧。这是他们给的饼。这牛肉炖得很软嫩，很棒。我感觉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卡其锅。对了，去饭店吃饭，大家支付现金的时候最好使用零钱，因为可能遇到店员结账时多收钱的情况。比如我这家店就遇到了店员装傻充愣，说我少给了他10迪拉姆，直到我拿计算器算好给他看之后，他才肯罢休。反正在外面旅游，无论对方是否出于有心，一定要提高警惕。巴希亚 Palace 是它的中文名叫巴西亚宫，
它是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一座很壮丽的一个宫殿，始建于19世纪末期，也是摩洛哥最精美的历史遗迹之一。巴希亚这个词语在阿拉伯语有辉煌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它内部的构造吧。巴希亚宫殿建于19世纪后期，由宫廷大臣阿哈迈德·本·穆萨为其家族建造。宫廷设计独具匠心，融合了伊斯兰风格和摩洛哥传统的建筑元素，尤其注重细节的雕刻和装饰，使其成为摩洛哥建筑艺术的典范。巴希亚宫殿占地8公顷，由多个庭院、花园、房间和凉亭组成。宫殿的每个房间和走廊都装饰着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镶嵌着木雕、彩色玻璃和华丽的天花板。最具特色的是其中的主庭院，四周环绕着橘树和花朵，气氛宁静而优雅。大家看下这2块像白色泡沫的东西是啥？你猜猜？这么大的糖块放进去，这不是致死量吗？这是，反正我不想放进去。我觉得这个薄荷茶的味道已经够好了。Yeah. Wow, looks nice. Good, yeah, thank you. 是他们当地的瓦罐炖肉，叫塔吉亚，然后配上这个饼，有点像烤好的这个馕，但是是凉的，他给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同的种类，看起来很不错，尝试一下。它这里面放了孜然，放了咖喱，然后这肉炖得非常的软烂。这个瓦罐炖肉是摩洛哥地区最代表的一道菜。这是配的好像是橄榄油，还有那个孜然，各种香料在里面。肉也是非常的香软，而且是牛肉。It's good, yeah, it's good. 一家人问我这个菜怎么样，我说很棒，因为他们也很想点，想问一下我的感受。如果是第一次旅游，作为摩洛哥的千年古城，还是值得来看一次的。虽然我觉得其他国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但通过这次的经历，还是给马拉喀什旅游的朋友一些建议。第一，打的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谈好价格，避免上车后被坑。机场到市区有大巴，每半小时一趟，30迪拉姆，上车现金支付，凭车票15天以内可以往返。第二，出发前一定要提前购买好e-SIM卡或者使用漫游，不要在机场或者游客区购买，因为呢最便宜的套餐都是20欧起。第三，遇到积极给你带路或者告诉你走错路的当地人，一定要拒绝，因为大部分都是要小费或者带你去买地毯和香料的。第四，不要明目张胆乱拍照，有可能会被追着要钱。在德基玛广场有不少蛇或者卖艺的，尽量避而远之。第五，大部分景点可以刷信用卡，但遇到给现金的情况，一定要算好金额。第六，在买东西时，尤其是价格高的离谱的商品，一定要记得砍价，而且至少可以对半砍。第七，可以使用欧元，但推荐到市区兑换迪拉姆。在德基玛广场附近有很多的兑换店，建立货币3家，少量多次换取，因为当地的小偷也很多。